室友绑定了偷窃人生系统，只要一直用我的东西，就会逐渐获得我的脸和能力。前世他找我借护肤品、衣服、首饰等，最终顶着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将我推进海里溺死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张家千金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大一开学那天，新室友讨好的朝我撒娇：“曼曼，我忘带洗发水了，可以借下你的吗？”我面无表情地递给他：“好啊。”然后转头就把东西送给了流浪汉。这次我要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曼曼，我忘带洗发水了，可以借下你的吗？我刚睁眼，就听见乔欣然撒娇的声音。看见站在卫生间门口那张带着讨好的脸时，我才终于确定自己竟重生到大一开学这天。前世乔欣然也是这样撒着娇，找我借这个借那个。从最初的洗发水、护肤品到衣服、包包、首饰，甚至后来他去实习，偶尔还会找我借车。我家很有钱，爸妈自小便教育我不要对朋友吝啬。况且乔欣然打着好朋友的旗号，因此我从未将这些小事放在心上。直到毕业那天，我们去海边度假，我听见他对其他同学不屑道：“我早就受够张雪曼了，自以为有钱就不把人放在眼里。我要是有他这个条件，肯定比他更优秀。”我压抑着怒气，等宴会散完后找他对峙，谁知他却恼羞成怒，将我推进海里。然后在我惊骇的目光中，他那张脸竟然慢慢变成了我的脸。乔欣然将我的头死死按进水里。张雪曼，从今往后我就是张家千金，我一定会比你活得更出彩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乔欣然早已绑定了偷窃人生系统，只要他不停地用我的东西，就会窃取我的能量，最终偷走我的脸和能力，完全变成我。眼下我看着乔欣然笑盈盈的脸，是还没变成我的，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脸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平复心情，面无表情地将自己的洗发水递给他。好啊，你用吧，想用多久用多久，想用什么用什么。这次我一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第二天晚上，乔欣然洗澡的时候又找我借洗发水。曼曼，我网购的洗发水还有2天才到呢，这2天就先借一下你的，等我的到了，你也可以用我的。我抬眼，这时的他跟我还不熟，不像前世，到后来找我借东西时打个招呼就能拿走。他面上带着忐忑的笑，见我看他，立马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就用一点点。曼曼，你家那么有钱，你人又这么好，肯定会借我的吧？”其余2个室友闻言对视一眼，吐槽道：“他家有钱就该借给你吗？你干嘛不去超市买？”乔欣然白了他们一眼：“你们又不是有钱人，懂什么？我们不是，难道你就是吗？没眼力见的东西，我早晚都会是的。”2个室友纷纷皱眉，转头想劝我，却见我已经将洗发水拿给了他。他们欲言又止，我友好的笑笑：“没关系。”乔欣然进卫生间前对2个室友嗤笑道：“有些人就是心胸狭隘，见不得别人好。等以后我有钱了，你们还要给别人打工的时候，就知道我有多明智了。”乔欣然用我的洗发水连洗了3天的头。第4天时，他满脸兴奋地将洗发水还给了我。“我的洗发水到了，你的还你。曼曼，你人真是太好了。”说着，他突然小心翼翼地凑上来，指了指我桌上的防晒。“那个，我忘记买防晒霜了，我看你好像有多的，能不能借我用1盒？我买了以后还你。”还？他前世可没有还。我面无表情地收回洗发水，接着将防晒霜递给他。“军训完以后还我。”乔欣然感恩戴德地接过防晒霜，转头却撇嘴咒骂道：“军训完这瓶防晒霜早用完了，还要我还回去，有钱还这么抠，那就别怪我了。”乔欣然还玩我洗发水。第2天，我就发现他的头发比以前更加柔顺有光泽。他一大早起来看到自己那头茂密的头发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，喃喃道：“没想到真的可以。”但一转头看见我这头乌黑茂密的长发时，又恼恨地摇摇头。他这才借了我的洗发水3天，就能拥有我1半好的发质。假如他能借用超过7天，岂不是能完全取代我？思及此，他一边涂昨晚从我这里借来的防晒霜，一边嫉妒地看着我白皙光滑的皮肤。头发他要，皮肤他也要，还有身材。乔欣然的眼中渐渐浮现出疯狂的神色。我假装没看见，收拾完东西就出了门。今天是军训第1天，白天经历完残酷的训练后，晚上在教官的组织下，我们开始了丢手绢游戏。手绢丢到乔欣然背后，他假装没看到，然后在所有人的起哄声中，半是得意半是害羞道：“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。”他的声音不错，但毫无技巧，甚至有好几个音都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了。尤其是在他前面表演的是学过音乐的蒋欢，两相比较下，更显得他平平无奇。同学们很实诚，连捧场鼓掌的人都没几个。乔欣然唱完，见没人夸他，愤愤地跺了跺脚，瞪了眼蒋欢，接着趁我不注意，将手绢丢在了我的背后。他是故意的，因为早在开学前，他就听过我在全民 K 歌上的作品，简直是鬼哭狼嚎，比他难听不止10倍。前世我也的确随便唱了首，然后收获了一众嘲笑，无形中衬托的乔欣然没那么尴尬。但眼下我拿着手绢，转头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尤克里里，我给大家弹个曲子吧。我会的乐器很多，尤克里里是其中最简单的一项。饶是如此，我一首流利动听的斑马斑马还是让所有人叹为观止。大家刚紧张刺激的学完习，哪有空学乐器？就算有，也没想过这时拿出来，因此我的尤克里里就显得极为显眼。再加上漆黑的操场、昏黄的路灯和正值风华的少年少女，我一曲结束，所有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甚至其他连队的也都跑来听我弹琴。大家的热情和刚才对乔欣然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。或许其他人没有在意，但被挤在角落里的乔欣然却攥紧了拳头。等我弹完后，教官夸赞道：“不错，弹得非常好，军训汇报表演，咱们连队可以推荐你去表演。”听见这话，乔欣然立马开口道：“教官，那其他人呢？”教官闻言摇头道：“
每个连队就一个名额，这是要排名和加学分的，肯定是推荐连队最有才华的学生去啊。那如果其他人也想参加呢？这样吧，以后每晚训练结束后都举办才艺展示，要是有更好的，咱们也可以选。乔欣然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男生们见状，纷纷戏谑道：怎么了乔欣然，难道你也想去？哎呦，你也不听听自己唱的什么玩意儿，能跟人家弹的尤克里里比吗？快别自取其辱了，你这歌声还没有蒋欢一半好听呢，上去也是给咱连队丢脸啊。乔欣然在黑夜中愤恨地瞪了我一眼，接着不屑道：你们懂什么？不就是弹个尤克里里吗？我还会弹唱呢，表演名额一定是我的。于是晚上回到宿舍，他便讨好地凑到我跟前，曼曼，可以借下你的尤克里里吗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不给你弄坏，军训完肯定还你。看着他充满算计的目光，我轻笑了声，好啊。军训共有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，乔欣然每天都抱着我的尤克里里，吃饭带着，军训带着，就连睡觉都要抱着睡。室友见状嘲笑他，你要是弹不来就早点还给人家张雪曼，你天天带着有啥用？这玩意儿又不是你摸几天就能学会的。乔欣然翻了个白眼道，你们懂什么？我本来就会弹啊，而且比张雪曼弹得更好，就等着我晚上燕京4做吧。当晚训练结束后，教官继续组织才艺展示，因为明天就要汇报表演了，不光能加学分，还是个展示自己的绝好机会，因此许多同学主动报名，有唱歌的、跳舞的、诗朗诵的，虽然五花八门，但都不如我的尤克里里带给他们的震撼大。教官看完后朗声道，我看了圈，还是觉得张雪曼同学的节目最好。他话音刚落，乔欣然抱着我那把尤克里里猛地起身，教官，我会弹唱。教官一听眼睛一亮，弹唱倒是比我只弹不唱的形式更好，而且有伴奏的情况下，乔欣然就算跑几个调子也不会被发现，况且他的声音偏沙哑，配合着尤克里里唱民谣正合适，正好上面有几个领导很喜欢民谣。教官立马道，好，你来吧，要是弹得好，我很乐意推荐你。乔欣然面露喜色，他刚才就已经检查过系统，能量早已汲取完成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10块钱的转账提醒。同学道，谢谢你愿意把尤克里里这么便宜卖给我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接触乐器呢，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。我笑着回复，没事的，军训结束后我送到你宿舍去。关掉手机，我看着乔欣然冷笑了声。系统的规则是，东西是谁的，就能窃取谁的技能，或能力，或美貌，甚至能量足够，还能换走对方的脸。一旦窃取成功，就是完美的复制粘贴。但若是在窃取之前，东西易主，那窃取的也只会是新主人的能力。所以我早在昨晚就已经在二手群里卖掉了这把尤克里里，而买家是个纯萌新。乔欣然检查完能量后，立马激动地点了偷窃技能，接着他便抱着尤克里里，昂首挺胸地走到了连队正中间。大家都没想到半路还能杀出黑马，全都将期待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。乔欣然学着我在草坪上坐下，接着摆出姿势拨响了第一个弦。然而下一秒，他便狠狠皱起眉头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对这尤克里里一点都不熟悉？难道不该是他拿到手的瞬间，所有的知识和技能就灌入他的脑海中吗？他试着再拨动了一个琴弦，又拨动了一个，脸色却越来越难看。教官和其他同学也发现了不对，怎么还不开始啊？你到底会不会弹？你们别催啊，他可能还在调音呢，搞音乐不就是需要灵感吗？你在搞笑吗？这尤克里里前几天在张雪曼手里还好好的，人家照样弹得那么好，怎么到他手里就不行了？听着他们的议论声，乔欣然的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。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，教官不耐烦地起身，今晚的训练结束了，明天的汇报表演就让张雪曼同学去吧。乔欣然闻言立马攥住了教官的衣角，不行，我也会弹，这个机会一定要给我。那你倒是弹啊！乔欣然急得一直 Q 系统，然而系统除了偷窃能量，平时根本不会出现。直到总教官吹响训练结束的哨声，乔欣然抱着那把尤克里里都没有再弹出一个音调。教官无奈转身，那名额就给张雪曼同学吧。我道了声谢，指了指蒋欢道，我想跟蒋欢同学组队，他唱歌，我弹尤克里里。蒋欢是那个学过音乐的女生，前世乔欣然就是偷窃了蒋欢的唱歌技巧，在唱歌时加入了表演元素，才获得了汇报表演大放光彩的机会。这个机会本该是蒋欢的，我能去，他自然也该去。教官点头，这样更好。刚回到宿舍，乔欣然就迫不及待地找上我，他开门见山道，张雪曼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能用这把尤克里里弹出曲子，我却不行呢？我假装疑惑地偏头，我能弹是因为我会，难道你不会弹吗？乔欣然表情一噎，他其实想问的不是这个，但他怕暴露了系统，只好脸色如同便秘般给自己找补。当然不是，只是我怕抢了你的名额，毕竟我把你当好朋友嘛。我嗤笑了声，从他手中拿过尤克里里，往宿舍外面而去。他立马拦住我，你要去哪？我道，去还尤克里里呀，这是我找其他同学借的。乔欣然愣了下，接着恍然大悟，你的意思是尤克里里不是你的？他顿时明白过来，原来不是系统出问题了。下一秒，乔欣然心里又升起一股怒气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他埋怨地盯着我，如果他早知道尤克里里是借的，他绝对不会借走尤克里里呀。连队里不是有个唱歌好听的女生吗？他偷窃她的唱歌技能，再加点创新，怎么都能争取到名额了。想到这里，乔欣然又立马拦住我，都怪你没提前跟我说清楚，害我错过了这次机会。张雪曼，你得对我负责，反正你都能跟蒋欢组队了，再把我加进去也行。我转头看着他，嗤笑道，怪我？
是你说要去表演尤克里里，乐器我都借你了，你有什么立场怪我？至于组队，你会什么才艺？唱歌还是跳舞？或许是我的言辞过于犀利，乔欣然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态度过于着急，他立马放软了声音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曼曼，你是我大学交的第一个朋友，朋友不就是要互相帮助吗？你把我加进去，我给你们活跃气氛呀。我扯了扯嘴角，不需要。言毕，转头离开。乔欣然盯着我决绝的背影，咬碎了一口银牙。拽什么拽？不就是家里给钱学了点乐器吗？我明明比你更聪明优秀，等到时候你就算求我，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送完尤克里里，我没有马上回宿舍，而是转头去了宿管阿姨那。阿姨，这是我买的护肤品，都是正品大牌，我用不习惯，送给您。宿管阿姨受宠若惊地收下，接着她发现了那瓶快被用空的防晒霜，问我这个怎么是用过的。我假装不知道，哦，可能是不小心拿错的，没事，反正都军训完了，我也用不太上，也送您吧，您要是不用就拿去扔了吧。宿管阿姨闻言点点头，没事，阿姨不挑。过了会儿，我趁阿姨洗澡时又偷摸进来，用一模一样的护肤品换走了我送她的那套。我这是偷走的护肤品，物主还是宿管阿姨。乔欣然被我拒绝过后，有段时间没再来找我借东西，她打算物色新的窃取能力的对象，但她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比我漂亮、优秀、家世好的女生。可上次我们不欢而散，她拉不下这个脸来找我借东西，更怕我不肯借给她，打她的脸。她的犹豫一直持续到她向同系的学长表白，对方却跟她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喜欢的是你们班的张雪曼，帮你的忙也只是想借你的关系和她加好友，你能帮我牵个线吗？乔欣然红着眼质问道，我这些天对你嘘寒问暖，大事小事都帮你，你连张雪曼人都不认识，为什么喜欢她不喜欢我？她哪点比我好？学长听见自己喜欢的人被贬低，自然不高兴，当即皱眉，也不客气道，她比你漂亮，气质好，正常人在你俩之间都会喜欢她吧？乔欣然气疯了，丢下一句你会后悔的，就跑回宿舍，气势汹汹地翻我的护肤品，道，张雪曼，把你的护肤品借给我。乔欣然突然出现，吓了其他室友一跳。待听清他的话后，他们立马皱眉道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，干嘛一直用张雪曼的？借东西也要有借东西的态度吧，这么趾高气扬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张雪曼欠你呢。他们的话让被气得头脑发热的乔欣然冷静下来，他重新换上讨好的笑，曼曼，我刚才是太着急了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你这么大方有钱，就一点护肤品而已，肯定愿意借给我的对吧？系统之前告诉过他，只要用足够多的我的护肤品，他就能窃取我的美貌，变得肤白貌美，五官精致。我靠在椅子上似笑非笑道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借给你？乔欣然立马急了，你这么有钱，怎么这么抠门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一点都不友善？其余两个室友闻言，正打算对他两句，这时我又道，我的护肤品都是几千块的，不能白给你用吧？乔欣然很想骂人，但为了美貌，他忍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宿舍这周的校外实践活动，我们三个不想去，你一个人帮我们都做了吧？我话音刚落，乔欣然顿时跳脚，外面30多度，那么多活，我一个人做。我收回目光，不愿意的话就算了。乔欣然看着满桌的大牌护肤品，又想到学长的话，最终咬了咬牙，行，我帮你们做。周末一大早，乔欣然擦完我的护肤品后，愤恨地瞪了眼还在休息的我们，穿着志愿者衣服，气冲冲地离开了。其他两个室友见他离开，探出脑袋，他还真去了，就为了用曼曼的护肤品，要我说没那个经济条件，还想着用奢侈品，疯了吧？他就是看曼曼好说话，想占便宜呢。曼曼，你下次直接拒绝他吧，志愿者活动我们自己也能做。听着两人的话，我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前世，乔欣然仗着有系统，从不把室友放在眼里，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社会活动，他很少参加，每次都是其他室友帮他签到打卡。现在也该他偿还这些孽债了。乔欣然周末帮我们替了2天的户外活动，等他回来时，人都晒黑了1个度。他满心怨怼，用起我的护肤品时毫不手软，我也随着他去。或许是我平静的态度，让他觉得我和他的关系有所缓和。之后，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找我要起了东西，而每次我都会让他替我们跑腿、代课等等。我倒不是没想过拒绝他，只是他就算不偷窃我的，也会朝别人下手。反正偷窃来的东西不可逆转，与其让他害别人，不如我亲手对付他。半学期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学校开始选拔礼仪小姐，负责一些颁奖仪式和大型晚会的开场谢幕。这种活动一般是全校围观，因此对礼仪小姐的标准极高。我自然报名参加了，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乔欣然。报名表是统一提交的，同学们看乔欣然的名字赫然在其中，立马道：不是，礼仪小姐要求身高1.65米以上啊，乔欣然不是连1.6米都没有吗？人家张雪曼有颜值有身材，气质也杠杠的，你什么都没有，还是别去了吧。乔欣然急了，愤怒打字：你们看不起谁呢？不就是看张雪曼有钱巴结她吗？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在这次的比赛里狠狠打你们这群人的脸的。他的一番话将所有人都得罪了，大家一边翻白眼一边道：我们也只是给你个建议，又没有别的意思。就是这种大型比赛都有线上直播，现场也有很多观众，你上丢的还不是你自己的脸？虽然初赛的要求很宽松，只需要身高和体态达标就行，但你这1.6米明显不够啊。算了，别劝了，狗咬吕洞宾。我看乔欣然已经疯了。乔欣然目光森然，咬牙切齿，低声咒骂2句。没过多久，我洗完衣服从外面进来，乔欣然像是看到救命稻草般扑上来，在我的洗衣盆里疯狂扒拉。曼曼，我报名了礼仪小姐选拔赛，可是我没有好看的衣服，你能不能借我2套啊？
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另外2个室友将他推开。乔欣然，我看你是疯了，借化妆品护肤品就算了，现在连衣服都借，这可是私人物品啊。就是你自己又不是没衣服穿，不就是看曼曼买的都是大牌，死要面子吗？乔欣然双目通红，死死地盯着他们。你们懂个屁，几套衣服而已，你以为我看得上吗？要不是因为还有1星期就出赛了，我必须要到1.65米，谁稀罕别人穿过衣服啊？既然你不稀罕，那我就没必要借给你了。我从他手中抢过衣服，面无表情地走到阳台上晾好。乔欣然见状，在我身后指责道：张雪曼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我前面帮你做了那么多活，找你借2套衣服，怎么了？又不是不还。这是我的东西，借你是情分，不借是本分，少用你的歪理绑架我。乔欣然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原本系统跟他说，只要积攒能量足够，他甚至能复制和张雪曼一模一样的脸，他还在犹豫。如今看见我这副态度，他阴沉地盯着我许久，最后咬牙切齿道：系统，我要取代张雪曼，让她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乔欣然当然不会就此罢休，他想要在短时间内变高变美，只能靠系统。本来他大可以换个人选，但他方方面面被我压制，内心已经极度到扭曲，超越我成为了他的执念。既然我不肯借，那他就偷。于是当晚，我悄无声息地掀开床帘，就看见乔欣然恍若梦游般站在阳台，穿着我的衣服，画面如此诡异。我沉默了2秒，果断掏出手机录下了这个画面。1周过后，很快迎来了礼仪小姐的出赛。我们班就我和乔欣然2个人报名了，但大家都对比赛很感兴趣，因此几乎全班都来了。原本我和乔欣然应该结伴而行的，但上次借衣服的事闹得很不愉快。乔欣然已经毫不掩饰对我的恶意，看见我，他白眼一翻，理都不想理。室友很无语，他还气上了，什么人啊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奇葩的。乔欣然听见他的咕哝，冷笑道：你还在巴结张雪曼呢，很快他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到时候你们想巴结我都来不及。我懒得理他，回到后台打算换衣服，却发现我带的礼服裙腰间被剪了很大的口子，几乎已经没办法穿了。这时乔欣然拎着一袋衣服进来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：你干的？我俩早已撕破脸。乔欣然或许是已经有了别的把握，他连装都不想装了。是，就是我捡的，张雪曼，这次比赛的冠军只能是我，你赶紧退出吧。我上下打量他，道：就算我退赛，你以为凭你也能夺冠？乔欣然气结了顺：张雪曼，你看不起谁呢？别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仗着家里有钱就能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我这次就让你知道，就算没有钱，我照样能赢过你。你等着吧，这只是开始。他说完，拿着件艾斯玛的礼服裙，趾高气扬地进了更衣室。而我在他进去后，立马从柜子里拿出一套新的裙子，并向赛方申请将我的出场顺序延到了最后。乔欣然从更衣室出来时，我已经不在那里了。他得意地冷哼了声，接着吸了口气，想要拉裙子拉链，拉不上去。他1.58米，体重有120斤，艾斯玛对他而言根本穿不进去。这时更衣室里进来其他参赛选手，看见他这副滑稽的样子，忍不住笑道：你连裙子都穿不进去，上台去出丑吗？乔欣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上下打量他：你腿那么粗，也好意思嘲笑我？女生脸色一红：那也比你膀大腰圆的好。你懂个屁，等会儿我就比你们所有人身材都好，狠狠地打你们这群自命清高的女人的脸。他说完，立马逃出更衣室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。系统，我准备好了，赶紧帮我换吧。好，检测到宿主能量足够，现在进行身体机能更换。随着这道声音响起，乔欣然脸色因激动越来越红，他死死地从窗户盯着比赛现场，看着那些面容姣好、身材不错的女孩们。很快，他就会跟她们一样，不，他会变得比她们更美。只要他再积攒点能量，就能换走张雪曼的脸。到时候，他一定要将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狠狠地踩在脚下。乔欣然沉浸在兴奋的幻想中，同时他感觉自己的视线越来越开阔，似乎长高了不少。看来成功了，更换完成。伴随着系统的提示音，比赛方叫号的声音响起：下一位，请乔欣然做好准备。他立马激动地起身往比赛现场而去，丝毫没注意到自己的后背似乎凉风习习，有一大片肌肤裸露在外。下一位，请乔欣然做好准备。来了来了，我在这儿。乔欣然举着手挤进人堆里，他刚站定，四周无数目光便纷纷朝他投来。大家先是震惊，然后是难以置信，最终变成一言难尽的复杂。不是，他认真的吗？我的老天，这是女生吗？不会是什么变性人吧？卧槽，这穿的也太前卫了，我感觉我的眼睛受到了10000点暴击。四周窃窃私语，乔欣然却全当他们是为自己的美貌惊艳。他自信地走上台，刚站定，评委席的5个评委立马喷出一口水，他们将报名表看了又看，反复确认：同学，你是不是走错赛场了？乔欣然自信昂头，刚想展现她优美的身姿，目的直播镜头扫到她，将她的身影投放在了大屏幕上。乔欣然只瞥了一眼，如遭雷击，当场愣在那里。怎么回事？她梦寐以求的白皙肌肤呢？为什么会变得斑斑皱皱，恍若50岁大妈的皮肤啊？她势在必得的长腿细腰，为什么会变得粗壮无比？就像个男人。她想要的长高的目的倒是达到了。可是张雪曼不是1.7米吗？为什么她会高到像是有1.8米？乔欣然看着画面里陌生的自己，她转头，对方就会转头；她露出什么表情，对方就会露出什么表情。乔欣然猛然尖叫一声，跌坐在地。我的脸，我的脸！她想要的是张雪曼那样精致的五官，而不是瞬间老了40岁的面容啊！底下不乏有认识乔欣然的，看见她这副样子，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乔欣然虽然如今身高1.8米，体型魁梧的像个男人，且样貌衰老了不止30岁，
但从五官依稀可辨，这个人就是乔欣然。大家震惊了。卧槽，乔欣然是搞了什么黑科技吗？我早上看他还好好的，他做变性手术了，还是被外星人入侵了？这也太不科学了，太可怕了！我要发朋友圈。这谁知道他之前是个19岁的学生啊？看着台下异样的目光，乔欣然彻底崩溃。他撕扯着自己的脸皮，在台上大喊大叫。主办方只好让人将他赶下了台。然而他下去没多久，我就走了上去。我身穿红裙，从容不迫，5个评委立马给出高分。乔欣然看见这一幕，突然疯了似的冲上台，像撕扯自己脸皮那般就要出手撕我的脸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张雪曼，一定是你嫉妒我，动了手脚。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你还我美貌，还我好身材，你还我！大家赶紧将他控制起来，打算交给导员。我被同学们护在中间，冷漠地看着他发疯。他会变成这样，我的确从中推了他一把。他借用我的护肤品，我早已赠给了50多岁的宿管阿姨。他半夜偷穿的我的衣服，我也在昨晚收拾好，打包送给了校门口的流浪汉。流浪汉虽然是男人，但他将衣服重新剪裁拼接一下，也比废旧报纸能御寒。张雪曼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早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只要我活着，只要你还在的这个学校，我就不会输。你的一切早晚都是我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比我现在痛苦万倍。乔欣然还在声嘶力竭地吼。我突然拿出手机，将他半夜偷穿我的衣服的视频投影在大屏幕上，在所有人目瞪口呆当中，我指着乔欣然道：你们也看到了，他精神不正常，并且可能被注入了什么毒株，导致现在身体发生了变化。我建议报警，将他送给研究院，好好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病毒。听见要报警，乔欣然冷静下来，他不能进局子，他还有系统，人生还没完。于是，在所有人质疑的眼神中，他恢复了正常。不要报警，我没问题，我就是吃了激素药，药物发作了，等我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我们都是同学，我正不正常，你们之前不会看不出来吧？其余人闻言，犹豫的点点头。他们都是学生，看热闹还行，要真报警，万一要承担责任，他们可不想麻烦来麻烦去。于是他们纷纷道：算了，他现在看着也挺正常的，可能真的是药物激素吧，还挺惨的。这次就先放过他，下次可别再发疯了，吓死人。乔欣然朝他们保证：放心吧，肯定不会了。然而转头便露出阴狠的神色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道：张雪曼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乔欣然虽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但他不信自己的系统被我发现了，那可是更高维的东西。他将这一切归结于我抠门，舍不得将东西借给他，所以就拿假货或者是别的什么给他用。但是没关系，他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，他已经向系统确保过，这个东西一定是属于我的。只要他汲取够能量，且不让东西落在别人手里，他绝对可以取代我。当天下午，乔欣然就搬离了我们宿舍。与此同时，我发现我佩戴了15年从来不离身的玉佛不见了。期末，班级组织去爬山，乔欣然虽换了宿舍，但并没有退学，因此他也在其中。爬到山顶时，大家开始搭帐篷准备野炊，我和其他2个室友被分去捡柴火。我捡着捡着，突然发现身边都空了，正准备叫他们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乔欣然阴恻恻的声音：张雪曼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转头对上他阴郁的笑，我下意识地观察周围，好找机会逃跑。你不会想跑吧？张雪曼，你没机会了。他朝着我一步步走来，我身边的路本就窄，被他这么一堵，顿时无路可逃。乔欣然看见我被逼到绝境，露出癫狂的笑容。你很聪明，可能已经察觉到我找你借东西有诡计，但那又怎么样？除非你一辈子不丢东西，否则哪怕你扔一张纸巾，我也能凭着它窃取你的能量，从而慢慢的取代你。他步步紧逼，我原本还打算温水煮青蛙，再让你逍遥一段时间，可你实在是太不识好歹了。张雪曼，像你这种仗着有钱家世好，就自以为是，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，就应该去死。他们讨好你，不过是因为你有钱，男人喜欢你，不过是因为你这张脸。除开这些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凭什么踩在我的头上？我皱着眉看着他。你错了，我的一切固然有家里的支持，但大部分都是我努力的结果。你妄想走捷径，偷取别人的人生，才是真正的荒谬。你闭嘴，这些话骗骗你自己得了，我可不会被你骗到。反正我已经通过你的玉佛吸取了足够多的能量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会替代你，成为张家的大小姐，而你就带着我的秘密永远的消失吧。他说完，话锋一转，对着虚空喃喃道：系统，快点把我变成张雪曼。我惊讶地看着乔欣然，哪怕前世今生我都知道他有系统，但亲眼看着他在我眼前大变活人，还是忍不住震惊。大约半分钟过后，乔欣然重新看向我，不过这次他的脸完完全全的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满是疤痕、脸皮青灰色的老妇面貌。乔欣然似乎也发现不对劲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待摸到那狰狞的疤痕时，猛地尖叫出声，接着眼神怨毒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怎么可能？张雪曼，那玉佛不是你从小带到大的贴身物品吗？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东西？我惊讶的神情逐渐被戏谑的笑容取代，看着他惊恐的表情，我缓缓道：谁跟你说非要把自己的东西从小带到大？我5岁那年去山寺礼佛，路上遇到个面目狰狞、满是疤痕的老婆婆，对方算出我命有一劫，掏出我玉佛说：此物可替我挡这个劫难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当时的他清清楚楚地说过，他只是将东西借给我，等有朝一日我再看见他这张脸时，就可以把东西还他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和老婆婆一模一样脸的乔欣然，几乎是咬着牙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愤恨地摔碎了玉佛。原来老婆婆说的还是这个意思。乔欣然摔完玉佛，犹不解气，他语气森森道：张雪曼，我这辈子都毁在你手里，我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我就是死也会拉着你。他说完，做事要朝我扑过来，
这时，刚才不知道跑到哪去的室友立马冲出来，将乔欣然压在身下。报警啊，张雪曼，乔欣然这也太反人类了，必须要送去研究院了。卧槽，我亲眼看见他大变活人，简直吓死人了。早在上山前，我便料到乔欣然会对我下手，于是提前和室友打招呼，让他们准备高清相机，在关键时刻救我狗命。他们一开始还觉得我夸张，但经历过前世被溺死，如今的乔欣然只会更疯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动手杀我也不是没可能。他们将乔欣然绑起来，又将摄像机录到的内容发给我，加上我之前拍到的乔欣然的变化，我托我爹将人和东西送去了研究院。没过多久，研究结果就出来了，他们果然在乔欣然的脑海内发现了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高维科技。现在乔欣然变成这样，科技似乎死了，他们正在想办法将东西剥离出来研究。至于剥离后乔欣然的结果，大概是永远维持这副样子吧。再加上他迅速衰老，身体各项细胞和器官也和老人无异，如果变不回来，那只能等着自然老死。全文完。